大家好，我是吴艺兴。这个单元呢是要来看看日治时期的公园，它是怎么样发展起来啊？还有它所代表的文化意涵是什么？那上个单元我们有说到，殖民政府呢，它制定了官定休假日啊，提倡渔侠生活，而且它每逢注祭日，就是放假的时候，它在放假前一天呢，譬如说像学校朝会上呢，一定会有那个老师跟学生强调说，我们明天要放的这个节目，它代表意义是什么？那就是要告诉大家那个宣传说，这个假日的意义。那也在这样子，总督府有计划的向社会宣导体育啊、音乐啊、美术、电影、观光、旅行等等的渔侠活动，而且呢，他还经常举办运动会、音乐会、展览会、电影欣赏等等。那星期六日，在那个总督府呢，他这样子的一个积极的倡导之下，大家渐渐的也都习惯了啊，例假日要从事一些活动。那星期六日以及例假日呢，公园啊、风景名胜地啊，还有各个刚刚我们上个单元也有讲到的这个都市的各种娱乐的新空间呢，都会充满了人潮，游客如织。那也因此呢，渔侠生活已经成为台湾民众日常生活非常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那还有其中呢，非常重要的就是公园这个场所、这个空间的诞生。那我们常可以在当时日治时期的非常多通俗小说里面看到了这个公园有关于公园场景的描述。譬如说呢，当时非常著名的从中国来的这个汉文通俗小说作家吴曼莎呢，他就曾经有这样写道。他说：“各地的名胜古迹啊，我们都玩过啦，一时实在想不出去哪个地方好。”小朋友就说：“爸爸，我们到圆山动物园和游园地去好吗？”爸爸说：“哈哈，孩子所说的都是圆山啦、新公园啦这些地方。”好，那小朋友说：“啊不，圆山公园不是很好玩吗？动物园里面有虎，也有美丽的孔雀，还有活泼的猩猩等等。”吴曼莎呢，他这一段呢，就写出了当时民众呢，就是相当习惯到处去休闲。那其中呢，公园呢是他们非常重要的休闲空间，而且公园里面有非常多的东西哈，比如不是只有公园而已哈，还有动物园啊，跟这个博物馆之类的哈。那吴曼莎呢，她的作品里面也常常会出现小朋友啦，或是年轻人到公园去画画啊，或是吹吹风啊，或者是文学青年呢，也可以去公园去找寻他们的灵感哈，可以知道这个公园在当时呢是被视为非常重要的都市生活的重要场景。那在西方呢，一开始它是王公贵族才可以去享受的哈，就是他们在公园里面狩猎，或是公园有非常漂亮的这个庭园造景，让这些王公贵族徜徉其中哈。但是呢，这个公园呢，它后来在19世纪，也就是工业革命之后啊，那个民众开始有了闲暇时间，然后再加上呢，公民意识呢，渐渐兴起，然后封建制度的崩坏，所以在19世纪中叶以后呢，这个民众在都市里面生活民众，他们也觉得他们需要有公园这样的空间，所以呢，这个公园这2个字才有注入了这个公共服务的这个概念在里面哈，变成了不只是王公贵族可以进去，而是所有的住在都市里面的公民都可以自由进出的一个场所。那这个公园呢，就除了后来成为公共服务的一个场所空间之外呢，它呢后来也是变成是抚慰就是都市里面生活的这个民众的情绪一个非常重要的那个空间哈。那所以呢，这个当然在现代国家的统治之下呢，它当然也是希望民众呢能够就是情绪有发散的地方哈。所以这个公园的设置呢，也变成现代国家他们非常都市计划里面非常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那在台湾的话呢，当然公园这个建设跟发展呢，就是在日治时期开始的。那当时呢，在日本统治台湾之前呢，当然有就是大家所知的这个明治维新。那明治维新呢，在当时的这样氛围之下呢，他们是很看重民众嘛，民众。那对于当时的政府来讲，那公园
这个公共的这个概念呢，就相当迎合当时明治维新的这个氛围哈。所以呢，那个日本在做他们的都市计划的时候呢，那个公园是非常重要的哈，就是不可或缺的一个元素。那在台湾呢，也是就是日本殖民台湾以后呢，我们也讲到在上个单元的时候也讲到说，那日本他们开始就有计划的进行都市建设。那当然一开始这个都市建设是先供军事用，因为当时武力反抗还很多，所以他们先提供军事先让有军营啊、法院啊这些先建立起来。然后慢慢的呢，等到那个台湾的人民呢，渐渐的就是在日本的灌输之下，接受到一些新的思维、渐渐接受这些新的思维、新的习惯之后呢，他们也开始把公园加入他们的都市计划之中。在殖民统治的初期呢，公园它的规划建设目的，除了是要改善都市的环境有益居民身心健康之外，还提供他们居民休憩啊、娱乐，还有运动，还有社交等等的场所。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呢，日本常常会在这个公园里面设置神社等等，就是具有一些彰显统治意味的这些东西在里面，或者是雕像就是那个塑造公鸡的东西在里面。所以呢，这个公园呢，除了提供休憩之外呢，它还是有非常多的这个统治的意涵在里面的。就是日本在台湾对于公园的规划呢，都通常把它设置在市区计划的中心位置，或者是在重要的官署啦、机构的前方。好，那首先呢，1897年新建的圆山公园就是它面积就非常广大有9.8公顷。其后呢，这个公园里面除了公园之外，它还陆续增设了动物园啊、运动场啊，还有儿童乐园等等。那所以这个圆山公园成为全岛首屈一指的游乐设施。1899年呢，环抱着2万坪绿地的台北公园就成立了。那因为台北公园比圆山公园还要晚2年出现，所以呢，当时的一般民众呢，都俗称它为新公园。那现在就是我们所熟知的228纪念公园。那在这个公园里面呢，种植有许多的热带花木，林荫之下呢，还设置有椅凳，就是说，欢迎所有这个都市里面任何人，你们都可以来这里游憩休息。但其实这个热带花木不是本来就长在那里的所以其实是日本他们想要刻意营造出的一个台湾的南国的风情符合他们对殖民地的南国的想象。就是新公园里面也有一个非常大家脍炙人口的就是西方风情的喷水池，在当时是大家相当很受大家喜欢的喷水池。那还有呢，这个在园内里面也跟就是圆山公园一样，它也有非常多的其他的设施。那在这个新公园里面有博物馆、音乐堂，还有它附近有放送局。那当然，就像我刚刚说的，它里面也不忘摆上了这个儿玉前总督还有后藤新平前行政长官的铜像在里面，供人家瞻仰那因为这2个是就是在台湾实行现代化建设非常重要的2个人。那这个新公园的西北角是日本式的庭院所以他们除了西式的这个景观、热带风情之外，也不忘放进去他们日式庭院的设计。那东北角是草地的运动场所以也是一样，他们在公园里面也是放进了总督府非常重视的这个运动的设施在里面。那这个运动场可以进行当时非常就是时兴的这个棒球啦、排球还有田径比赛。那旁边呢，则有非常贵族气氛的这个网球场，西侧则是露天的音乐台，西南角是角力场，还有儿童游乐园。那甚至有当时非常有名的这个文学青年都一定要去的咖啡馆，叫咖啡雷永。那东南隅呢，则是很重要的台北放送局，那是简称 JFK。那另外还搭配了圆环，还有喷水池。由此可见呢，新公园的这个作用非常非常的多。北端呢，甚至最后还盖了台湾总督博物馆。那这个博物馆里面展示非常非常多的东西，包含当时称为高沙族的这个原住民的这些文物所以在当时是总督府非常重视的一个博物馆。至1938年为止呢，日本
在台湾新建的公园已经达25处。那其中呢，彰化、台南、新竹公园规模都超过10公顷，因为呢，这个公园它属于是这样一个开放式的公共空间哈，而且对于当时的台湾民众来说，是一个非常崭新、非常流行。他们就像刚刚讲刚刚所提到吴曼莎的笔下写的是一个让人流连忘返的空间哈，也因此呢，这个它在夜间人烟稀少的时候呢，也常常会变成一个当时呢不太允许的自由恋爱，就是恋人们呢他们在那里谈情说爱的场地，但也可能变成是因为失恋造成的忧郁而自杀的场所，因为它的人烟比较稀少所以在当时的这个各个新闻里面，我们常可以看到说，谁谁谁又在公园自杀了所以这个是所以表示自由恋爱的风气不好啊，或者是有人建议说，公园里面的这个电灯太少了晚上一定要再加更多的电灯，才以防有人在那边乱搞，或者是有人在那里自杀所以现在我们所无法想象的这个公园在当时也引发在这个新闻里面引发了非常多的这个争议出来那所以这些也反映出台湾的社会风气。我们从公园的这些事件也可以反映出台湾的社会风气其实逐渐的趋于开放。公园呢也变成了可以彰显这个都市一个复杂性的一个重要的空间所以也是都市生活的另一面写照。其实因为就是日本呢，他们就是在明治维新之后呢，不断的模仿以及学习西方，所以呢，他们在这个学习之下呢，也意识到了国家公园的观念以及重要性，所以他们在1931年，也就是那个台湾的这个统治呢进入相对稳定的时候，日本国内他们自己先制定了国立公园法，好，然后就在他们国家里面设立了第一批的国立公园，譬如说濑户内海、云仙、天草、雾岛、屋久3个国家公园。台湾的方面呢，则是晚日本3年，就是台湾总督府他在1937年指定了大屯山、次高太鲁阁，也就是今天的雪山太鲁阁，还有新高阿里山3处成为国家公园，就国立公园那这3个国家公园呢，共占了台湾13%的面积。国民政府时期以后所成立的这个国家公园呢，也都会先优先考虑这3个地方。从选定这3个地方作为国家公园呢，其实也可以看到几个层面其实日本殖民台湾，有很大因素，它是为了要就是获取台湾山林里面的这些就是森林资源。好，那也为了要获取这些森林资源，所以做了很多的公共政策。那还有呢，就是包括所谓的里番政策。那这个里番政策呢，就是把原住民呢隔绝起来或者是说叫原住民去做他们的就是开采山林的这些劳工或者是前锋这样子那在1937年这个时点指定的这3个地方呢，也呈现了其实因为一直以来那个原住民也有他们的这个武力抗争那在1930年代雾社事件之后呢，原住民的武力抗争呢也渐渐疲弊，因为日本用了非常高压的这个武力镇压，对于这个山林的开采也大概到了非常成熟的时候，大概整个山林那个日本人都已经掌握的差不多了也因此这样他们就可以去把他们把这些这3个地方呢指定为国家公园。那当然指定为国家公园还有个很重要的，就是要让这几个非常特别的地方有生态保育。但是反过来说很吊诡的是，今天要进行生态保育，往往是因为它已经快要没有生态了所以才要去进行保育所以就是指定这3个地方作为生态保育，它背后也有非常多的就是错综的这个权利还有政治的角力在里面。在学习过这个单元之后呢，可以去你们家附近的这个公园看一下，看看你们家的公园里面有什么东西它或者是说公园里面常常会出现禁止什么什么那里面禁止喂鱼啊，禁止下水啦，或者是禁止触摸什么什么的，或者是禁止什么什么，你们可以去看一下这些标语。那其实它也会呈现都市设计者呢，他是要赋予这个公园怎样子的意义。那你也再想一想说，那我就是我跟这个公园我如何去使用它，是否跟这个设计者的意志是一样的，还是说其实也会有所不一样。
那这个也就是非常值得大家去想一想的。好，那我们这个单元就到这边结束，非常谢谢大家。